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辽宁沈阳。大家看看我身后的建筑，是不是像一道院墙？关键上面这个瓦是黄色琉璃瓦，那么这个肯定就跟帝王有关。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来沈阳这边看一看帝王陵。说到帝王陵，大家会想到清西陵、清东陵。前不久呢，我们也去清西陵看到道光的，还有雍正的泰陵。那么这座陵墓的主人就是他们的祖先，他叫做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在几百年前创立了后金，他应该是给大清王朝奠定了基础，所以他称之为清太祖嘛。努尔哈赤大家非常熟悉了，有一部影视剧专门演绎过努尔哈赤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的陵墓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座陵墓叫做清福陵，是努尔哈赤和孝慈刚皇后的合葬墓。一般这种帝陵啊，都是夫妻合葬的。在明清的时候，不管那个皇帝和皇后的关系好不好，有没有矛盾，他们一定是合葬的。那么这个孝慈刚皇后是谁呢？其实就是皇太极的母亲呢。清福陵是始建于1629年，那个时候还不叫陵，因为努尔哈赤他是建立了后金，称大汗，并没有建国。而到了1636年，皇太极登基为帝，改国号为清，建立大清帝国。那这个时候身份就全部变了，他呢就把努尔哈赤身份提高了一级，把他母亲的身份提高为皇后，从而呢这里就变成了陵墓。那规格呢也一再提高。皇太极把这个陵墓定为福陵之后，就是清朝命名的第一座皇陵。现存古建筑呢大概有32座，古建筑呢以神道为中轴线，对称分布，陵墓都差不多啊。这个陵墓我猜想可能跟那个清西陵、清东陵有所区别，因为皇太极的陵墓也好，努尔哈赤的陵墓也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入关，他们的那个形制规格呢还没有完全形成，最多可能是后面清朝入关之后对他的陵墓加以修缮，又加了一些东西，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里面呢是平面布局规整，层次分明，占地面积大概是54万平方米。进陵园之前，我们来先看看这个石牌坊。这个石牌坊呢是清朝入关之前就已经修建好的，算是皇太极给努尔哈赤修的。整个是仿木结构，牌坊全长9.13米，高2.65米。大家仔细看看这个石牌坊，上面的很多雕刻啊，都是学习汉文化的。你包括斗拱，这个都是中原那个王朝的一些建筑模式。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努尔哈赤也好，皇太极也好，他们那个时候呢，尽管说建立了后金，或者是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建立清帝国，他们呢已经在努力的学习汉文化。特别是努尔哈赤建立大清的时候，他基本上那个官吏制度内外都是学习明朝的，这个就为他们后面入关能够进行统治、稳固统治奠定了基础。那么这个石牌坊呢，其实就是很好的佐证。在这里最能够证明他们学习汉文化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石牌坊中间呢，这里有2个仙人在陵门前作揖，穿着汉人的官服官帽，看得很清楚吧？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学习汉文化的代表。前方这个建筑大家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啊？我们在清西陵也可以看到，在那边呢称之为大红门，在这个地方呢称之为正红门。这个正红门按照我个人的猜想，这个应该是清朝入关之后对那个陵墓进行加以修缮而建成的。他最开始的话，努尔哈赤应该没有给这个陵墓建造那个正红门吧，猜想是这样的，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我总体觉得，在没有入关之前，清朝的各种制度尽管说有修缮、有学习汉文化，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彻底。特别是陵墓的形式，他们当时也不知道嘛，他们也没法参考明山13陵，因为那个时候有守卫。那么这个正红门呢，我们其实也不用太多的介绍，这个也算是整个陵墓的大门。这个门上面有很多雕刻，龙
牡丹、吉祥花草等等。然后这边应该是属于二龙戏珠吧，这个可以称之为华表，也叫擎天柱或者叫望柱。这个是建于顺治7年，也就是说已经入关之后建的了。从大红门进来之后就是神道。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导览图，发现这个陵墓的建筑有大红门、石像生、石望柱、方城明楼、牌坊。那么其实明显的看得出来，跟清东陵、清西陵的那个规制形态是一样的。这个也就印证了我刚才的猜想，他们这个陵墓尽管说在清朝入关之前就已经修好了，但是恰恰是入关之后，他们统一了全国，那么对这个陵墓呢进行了加以修缮。在神道两侧就是一些石像生，这个有骆驼。那么其实按照我们刚才的设想，在清朝皇帝入关之前，它应该是没有石像生的，这个是后期加盖加建的。清朝入关之后是学习明朝的制度，因为要掌握一个这么大的帝国，他肯定要学习之前的制度。单那个清帝国建立没多久，他肯定也不是很完善嘛，制度要学习，礼仪要学习，所以他这个陵墓同样学习。在我们这里看到有一个华表，就石望柱啊，我看了一下资料，是顺治7年建立的，就已经入关了。从这里我们可以能够确切的知道，它这个陵墓啊，在入关之前是一副模样，入关之后又是另外一副模样，就相当于入关之后，他们呢也就要把这个帝王陵的一整套形制建造方式确定下来。这个是马，马是在陵墓前必不可少的了，这也不用介绍了。我们继续走，它这个石望柱啊有好多啊，在大红门里面有2对，在外面那个也有1对，这个是比较独特的。那关于努尔哈赤的经历生平，我们在这里就不细说了。到时候过2天我们去努尔哈赤发迹的地方，就是他称王的地方，去仔细了解一下努尔哈赤。大家看到没有？前方有一个坡度。那么整个这个清福陵努尔哈赤的陵墓呢，它主体建筑啊，基本是在那个天柱山的那个山基上面，神道、石像生、大红门呢，就是在下面的平地上面。在清朝的陵墓啊，有个规定啊，就是说，在那个大红门到那个隆恩殿呢，中间一定有建筑作为隔断。为什么会有这个隔断呢？叫做一眼万无断，意思就是说清朝的江山万事一系。在清西陵也好，清东陵也好，一般作为隔断的是神功圣德碑，而在清福陵的话，它除了神功圣德碑，还有一道建筑，这就是清福陵区别于其他清陵之处。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另外这个隔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呢，是整个明清帝王陵独一无二的。一般我们说那个神道过去就是隆恩门、隆恩殿，那这一块呢都是比较平缓的。在清福陵这里，神道的尽头开始就要上坡，它和山顶的那个建筑啊是有一个45度的斜坡。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里有点凸起来的椭圆形的，这个是石拱桥，而石拱桥的尽头往上呢就是台阶，这里修了108级台阶，俗称100担8凳。整个这个台阶全长40米，宽约7米，地面呢以前是用青砖砌成，现在已改成条石。在两侧呢是用砖砌成的扶手墙，高1米，顶部呢是盖有黄色琉璃瓦。这个清福陵的100担8凳在明清陵寝中是独一无二的建筑形式。关于来源呢，有种种传说，其中最普遍的说是与道教的星宿传说有关。一般都传说天上有36天罡、72地煞，它们都是不吉祥的星宿。而这个100担8凳寓意是将天罡星和地下星踩于脚下，以保证保护这个福陵平安无事。这种建筑形式确实是比较少见的。整个这个清福陵独特的东西非常多啊。
走完这个台阶，上面又是平坦的，当然是相对了。然后过去又有一个石拱桥，这个跟明清时期的帝王陵一样。再过去呢，才是核心的宝城、宝鼎、地宫这一类的。神道的尽头到方城明楼中间是有2个拱桥的，在这个上面可能看不出来，只是说它有点凸起来。这个就是拱桥啊。第一个是在那个台阶下面，另外一个是台阶走完了。这个一般也是帝王陵的标配。有一点我们得介绍一下，清朝帝王陵安葬方式其实是分为2个阶段，就是康熙是分界线，在康熙之前的顺治、皇太极、努尔哈赤这些人呢，他们安葬方式是流行火葬，就是说火葬之后把那个放在地宫里面。而康熙之后就有所改变了，因为康熙已经算是统一了全国，然后又学习了很多汉文化，当时呢也有很多汉大臣，于是他安葬方式呢就改了，就改成跟以前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特别是清东陵，我们知道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还有慈禧的陵墓都被盗了，而顺治的陵墓为什么没有被盗呢？因为一直有记载，顺治陵墓里面什么都没有，棺椁里面没有放东西，因为它只有个陶罐嘛。而乾隆的、康熙的也好，它棺椁里面肯定是放了很多财宝，所以才被盗了。一路都是台阶上来呀，这个明显是符合帝王的身份的。不过呢，它这个神道中间这个条形石，比我们在明清看的帝王陵小多了。前方有一栋巨大的建筑，它这里是碑亭，清朝康熙27年增建的。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嘛，这里面的很多建筑呢，都是入关之后的皇帝给他的祖宗加盖的。这个碑是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就是记载这个帝王的功绩过往。据说这个神功圣德碑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每当阴雨天气，碑身的背面会显现宽袍大袖，就是这一块，我们在这里也能看得出来，这上面有痕迹。据说下雨天更明显。继续往前走，左右两侧这些配殿我们就不介绍了，功能都差不多，放果房的、放物品的等等。前方这个建筑呢是隆恩门，一眼望去呢非常气派，但是这个建筑跟我们在明清看到帝王陵的那个隆恩门或者是临恩门有点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呢还是属于清朝初年建的，就是皇太极给努尔哈赤建的，不是入关皇帝建的，所以它有所区别。隆恩门前面就是方城，所以它也是方城的南门，是进出方城的必经之道。它这个建筑和装饰啊，反映了满族习俗中喜建楼阁的特点，也体现了对封建帝王视死如是生的真实深意。大家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楼阁？这个在那个明清的帝王陵、中原王朝的帝王陵是绝对不会有这种形式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那种门。但是它这里不一样，而且它这里还是3层，又称之为五凤门。五凤门基本上是帝王才有的，主要是看它那个格局就知道了。你看这个城墙多么高大，正常的隆恩门的话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它主要是这个隆恩门，它其实算是方城的城门，这里明显的看得出来，方城呢相当于是一个长方形的城堡。这个跟我们在其他帝王陵看到的是不一样，它这个有城墙，城墙上面还可以行走，在城墙的几个角落呢还有角楼。这个方城最早是建于皇太极时期，后面经过修改。这个四周的角楼是顺治16年，就公元1659年2月份修建的。相传呢，这个福陵方城是那个圣经，就是沈阳故宫的缩影，都是都城的象征。所以这个隆恩门上面才有五凤楼，才看起来像一座城门。不过在这里呢，确实也是一座城门。我们继续往前面走。这个清福陵的特点就是它这些炫洞啊，门上面都有很多雕刻。它这里呢，同样是如此。这上面有2龙戏珠、云纹等图案。
这上面那个就是满汉蒙三组文字写的那个隆恩门。从隆恩门进来之后，这个大家应该会有所熟悉了。前面就是隆恩殿，左右配殿。这个就是那个方城的城墙啊，5米多高，周长呢379米，全部是用砖石砌成。它这个方城其实也是一个防御性的，上面呢有垛口，有女儿墙，我们走上去看看。这里可以上去的，看到没有？这个城墙里面跟外面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就跟我们看的长城一样，有垛口，这个主要进行防御的。如果有人来了，在这里呢可以打击来犯之敌，这就俗称的垛口。前方这个建筑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就是陵区的主体建筑隆恩殿，供奉努尔哈赤及皇后叶赫那拉氏的神牌。隆恩殿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了，就不用介绍了。不过呢，隆恩殿下面的台基雕刻还是非常精美的，有卷叶花、石榴花等纹饰。隆恩殿后面就是大明楼，坐落在方城北门之上。方城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隆恩门是方城的南门之上，那这里是北门。这个跟我们在其他那个明清的帝王陵看到区别很大的，因为在清西陵、清东陵或者明十三陵也好，这个方城明楼是在一起的，而这里呢却是分开了，是福陵建筑中最高的建筑。康熙4年，就公元1665年建造的，离那个努尔哈赤去世已经有几十年了。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明楼呢是重新修建的，因为在上个世纪呢，它因为雷电着火了。我们来这里看一个很好玩的，你像隆恩殿和方城明楼挨得是非常近，可以说是狭小。而我们在清东陵也好，清西陵也好，它空间还是很大的。在这边呢，还有那个一道陵寝门隔开了，而这里就没有，直接过来了就是那个明楼。中间这个是陵心门，也是我们常说的二柱门，这个是在清朝嘉庆时期建立的，在它之前没有。这个是很有意思吧？不知道为什么会建成这么狭窄呀？很有可能是当时陵墓的规制形态还没有完整的确立。这中间呢是15供，这个15供呢也是后期加盖的，因为之前最开始也是没有。现在通过这个明楼下面的通道，就进入到地宫宝鼎所在地了。这里光线很暗呢。依次这个洞口，就看到前方有一个琉璃隐蔽墙，这个位置非常特殊啊。一般我们说清朝帝王陵的入口就在这个琉璃隐蔽墙这里，不过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有点误差。这个琉璃隐蔽墙下去呢，应该说是金刚墙，然后这个琉璃隐蔽墙往后退10几米，就是在那个隧洞中间才是地宫的入口，因为地宫到金刚墙中间刚好有一段距离嘛，是一个斜坡下去的。当然这2个位置都说是地宫入口都可以，因为这个金刚墙打开了才能进入地宫。不过这个隐蔽啊也非常特殊，它是叫做月牙隐蔽，在康熙2年，就公元1662年始建。在这个隐蔽上面正中镶嵌着象征着富贵的牡丹花及花瓶，枝叶繁茂，五光十色。关键是啊，大家仔细看看，花瓶中盛开着11朵花蛾，其中呢2朵是含苞待放，2朵是半开放的状态，7朵呢是完全盛开。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这11朵花加上花瓶，正好是清朝12代王朝的寓意写真，就是12个皇帝。其中呢，花瓶代表着努尔哈赤，因为努尔哈赤是奠基者，后面的皇帝呢都是传承努尔哈赤的，所以努尔哈赤就代表花瓶。旺盛的花朵就是开放的很开的，代表着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溥仪这7位皇帝。2朵半开的就是中年逝世的咸丰和光绪。最后2个花朵呢，代表着在位时间很短的顺治和同治。虽然这个建筑呢只是以历史的高度巧合，但是啊，也引来了人们的不断遐想，
因为这里确实跟清朝的皇帝数量、皇帝的那个结局相对应，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未解之谜，也是这个清福陵的看点之一。很多人说看到这个花朵，感觉就有点毛骨悚然，因为这个在康熙时期就已经遇到了清朝的结局了。这也是这个陵墓的一大特色，一个奇特之处。站在下面看这个位置呢，有点像一个月亮，所以呢叫月牙城。也有一种说法就叫哑巴院。传说呢这个位置包括后面的地宫属于哑巴修着，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叫哑巴院就是意思呢要这些工匠啊保守秘密，不能说出去。在月牙城后面呢就是宝顶，相当于我们说的地宫所在地。最后面就是地宫了。整个清福陵最神秘的也就是地宫，因为我们一开始说这个陵墓呢是努尔哈赤和叶赫那拉氏的合葬墓，那么地宫里面是否真的只葬了他们2个人呢？应该不是，但是到底葬了多少人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努尔哈赤一生呢大概是有16个妻妾，他的原配夫人就是嫡福晋佟佳氏，我们看影视剧也看过，他比努尔哈赤先去世。那么还有努尔哈赤去世的时候呢，陪在他身边唯一的女人是阿巴亥，那个被称之为大妃，就是多衮的母亲。在当时努尔哈赤去世之后，第2天皇太极和其他的贝勒就说奉遗诏要求阿巴亥殉葬，逼迫他自尽。这个在影视剧中也演绎过，同时呢也导致皇太极跟那个多衮的关系一直不太好。那算起来阿巴亥这个算是殉葬，你以为结束了吧？没有，其实殉葬的还有当时的侧妃2个人，这样算起来的话就有5个人。那当时努尔哈赤去世之后并没有马上安葬，因为他要等这个清福陵建设好了之后才把努尔哈赤葬进来。那么当时努尔哈赤还有这些殉葬者，包括努尔哈赤的那个原配加起来估计的话，地宫里面的人数应该不少。那到底有多少人呢？只有可能说未来地宫开启了我们才知道。清福陵是作为关外第1陵，确实有它的独特之处。我们刚才也看了，有很多神秘之处，也有独一无二的地方。那特别是清福陵带一个福字，我们常说的很有福气，它确实也给清王朝以及它的后代带来福气了。按照古代所谓的风水学来讲，它这个福气呢一直延绵到他的子孙里面去，使得他建立的后清变成大清国，进而呢入主中原，统治了达到200多年。